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当赵丽颖、罗晋们转型成功，演技渐成硬通货，娱乐圈快变天了。流量明星的时代过去了吗？在番茄君看来，答案是肯定的。最开始，流量明星只不过是个中性词而已，但在国内一众年轻明星的推波逐流下，逐渐变成了贬义词。戏吧内语史，流量明星的寿命只有短短7年。从2014年的某部古偶剧霸榜78天，靠数据撑起一番，饭圈粉丝齐齐涌入影视圈，成为决定电影电视剧选角的一股力量。到2021年清朗行动发布，饭圈乱象终止。这7年，流量注定只能成为国产影视剧的一瞬，但流量明星们制造的奇观却依旧让人瞠目结舌。比如，数据打榜靠吸血粉丝，养活了整整一条产业链；比如，没有任何演技和表演基础的年轻演员，可以随便接到4、5部商业大片当主演；比如，数字先生和数字小姐贡献了让人惊叹的抠图演技；再比如，演一部影视剧就能收入过亿，日入208万。那为什么说流量明星的时代过去了呢？番茄君认为，至少有3点可以证明。首先，随着观众的审美疲劳，粗制滥造的流量明星具备大量抵制，有些名不副实的流量演员也被替换，比如30而已中顾佳一角就被换成了童谣。其次，是演技正剧开始逐渐爆火，观众对演技和影视剧的欣赏水平在逐渐提高，演技成了演员的硬通货，一批演技出众的演员也脱颖而出，频频出现在荧幕中，比如雷佳音、辛柏青、郭京飞、万茜、宋佳等等。最后，越来越多的流量明星开始谋求转型，逐渐走上磨练演技、精进表演的道路，比如小鲜肉出演的《王牌部队》等硬汉军旅剧。时代在变，演员自然也在变。有人躺在流量的舒适圈里混天度日，也有人迎头赶上，开始转型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。当潮水退去，才知道谁在裸泳，而一些曾经顶着流量明星标签的演员，却早已穿好了一身正装，等着观众的检阅。最近靠《风吹半夏》里的女企业家又火了一把的赵丽颖，就是这些演员里的典型。豆瓣8.2，放在国产剧中，这个评分已足以排进年度10佳，但85小花赵丽颖却依旧受到争议。有人说她眼睛无神，有人说她表演程式化，但若横向比较，会发现赵丽颖几乎已经完成了华丽转身，摘帽流量的同时，以实力派定在了观众心里。同为85花，没背景、起点低、没人脉的赵丽颖，是最大器晚成的那一个。11年前，2部轻功穿越剧宫和步步惊心，让杨幂和刘诗诗一朝爆火，迅速成为1线女星。彼时的赵丽颖拿到的仅仅是《新还珠格格》里巧儿这样的小角色。赶上这趟车，赵丽颖花了4年时间。2015年的《花千骨》让赵丽颖赶上了爆火的梯队，却也因为古偶被打上了流量的标签。赵丽颖火起来的时间点其实很尴尬。一方面，2015年之后，85花集体来到了30岁，对女演员来说，这是个门槛，她们不少都面临着2个选择，要么继续扮嫩躺吃流量红利，要么谋求转型开始走实力派。另一方面，到了2018年，偶像剧开始明显走下坡路，观众的审美疲劳导致资方红利吃尽，收视的辉煌也从此一去不复返。因为后来才赶上这趟车，所以在对市场的敏感性上，赵丽颖先天不足。2018年，杨幂已经开始谋求转型，在文艺片《宝贝儿》中，她扮演了一个残疾女孩，但演技被嘲。
片子也没泛起什么浪花。当年赵丽颖还沉浸在《楚乔传》和《知否》的火爆里，延续着自己古偶女神的戏路。随后，赵丽颖与冯绍峰结婚，并在婚后凭借资源的强联合，出演有匪强势归来。但赵丽颖与王一博的组合，并没有给这部剧带来太多关注，反倒是乱象迭起。这时候，赵丽颖才意识到，古偶流量的红利已经吃不下去了。经历了离婚风波，赵丽颖痛定思痛，决定转型。她瞅准了2021年主旋律的机会，出演了《理想照耀中国》，并在年底与董子健合作了《谁是凶手》。凭着爱奇艺迷雾剧场的口碑和出色的演技发挥，赵丽颖的演技终于渐渐得到肯定，她的目光也完全脱离了古偶和流量，开始转向演技和现实。正剧《幸福到万家》中，她饰演的农村妇女何幸福就收获了大量好评。因为出身底层，深谙农民习惯，无论是除草干活还是生活细节，赵丽颖演得活灵活现。比起其他女星捡垃圾翘手指的细节，赵丽颖收获了第一波口碑。随后，嗅觉敏锐的赵丽颖再次挑战时代群像剧风吹半夏，雷厉风行的女企业家是赵丽颖之前从未接触过的。事实证明，对自己职业生涯规划完整的赵丽颖，确实有挑戏的眼光和押宝的能力。比起同期的杨幂、刘诗诗、唐嫣，赵丽颖迅速抽身古偶，果断转型现实正剧的神操作，也让她守住了自己作为演员的最后尊严。同期杨幂《爱的28定律》还在走自己偶像的老路子，除了一部《流金岁月》，刘诗诗已经快3年没有大火的口碑剧了。唐嫣早就淡出了影视圈，开始在综艺中频频露脸，消耗演员。85花里也只有转型成功的赵丽颖，离流量越来越远，离演员越来越近了。有人说《知否》是赵丽颖职业生涯的承前启后之作，番茄君并不反对，但这部剧同样也造就了另一个流量明星，他就是朱一龙。朱一龙在《知否》中饰演小公爷齐衡，那潇洒儒雅、文质彬彬的古装扮相，让不少观众，尤其是女观众一见误终生。其实，朱一龙毕业于2010年，在2018年靠《知否》出名的时候，他已经当了8年的配角了。这8年里，几乎没有人知道朱一龙这个名字，直到一部《镇魂》，一人分饰3角的他，才有了第一批粉丝。或许因为年少帅气，也或许因为古偶剧本身的性质，朱一龙火起来的时候，就迅速被贴上了流量明星的标签。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，朱一龙也确实是按照流量明星的路子在发展。小公爷后，他又出演了《重启之极海听雷》里的小三爷，《无邪叛逆者》里的林南生。不过，虽然头上有流量明星的帽子，但比起其他流量男星，朱一龙还有个绝活——演技。如果纵向对比，与《叛逆者》中的王志文比，朱一龙的那点演技无疑是被碾压的，但横向对比，朱一龙绝对是小鲜肉里的佼佼者。2021年，朱一龙在灾难片《风暴》中饰演了隧道工程师洪一舟。拍片子的他练习攀岩，锻炼肌肉，一部电影让硬汉朱一龙的话题登上热搜。片子质量虽然平平，但朱一龙在电影中的表现却可圈可点，至少他不怕扮丑，不怕危险。比起在舒适圈里演小爷的公子哥，他敢爬山，敢下水，敢为了演戏做任何事。风暴是朱一龙的转折，这种量变在人生大事里积累成了质变。人生大事是今年票房第4高的电影，前3部是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《独行月球》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。一部小众的反映殡葬业的电影，缘何能拿到这样的成绩？这与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关系很大。剃着寸头，叼着烟，过来就抓起一把燃烧的纸钱点烟的场景，让观众完全忘记朱一龙的鲜肉标签。一个外冷内热、
混不吝但内心温暖的莫三妹跃然于银幕。人生大事并不完美，尤其是最后小哪吒生母出现的时候，影片的节奏几乎垮塌，但全凭朱一龙的演技，让这部影片的质量重回正轨。豆瓣7.3的评分，中规中矩，但朱一龙凭借此片拿到了金鸡影帝。番茄君细细观察过站在台上的朱一龙，那一刻眼神里有泪水的光芒在闪动，朱一龙的内心肯定是奔涌的。互联网时代最不容易撕掉的就是贴在身上的标签，而此刻的朱一龙心有惊雷而面不改色，这已然证明他是一位优秀的演员。除了朱一龙，赵丽颖似乎自带转型属性，因为在她的风吹半夏中还有一个转型成功的流量明星，他叫欧豪。出道10年，欧豪最被人熟知的名场面就是快乐男声李海请给他拉票，下跪狂呼你是我的神。在制造段子的领域，欧豪存在感十足，但在电影电视剧中，他的存在感却很低。欧豪刚出道就被时尚杂志评为最型男生冠军，这似乎注定了他流量明星的道路。随后的临时同居清河南高悟空传让欧豪坐实了流量的名声，甚至于在2017年建军大业中，狂拽酷炫的欧豪因表情油腻，动作像极了霸总，他不转身看爆炸的样子，实在与自己扮演的角色相去甚远。或许是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，欧豪开始了转型，他搭上了主旋律的快车，先后在《烈火英雄中国机长》《我和我的祖国中国医生》中出演配角。虽然是配角，但欧豪的形象有了极大的转变，这几部主旋律让他完成了去油的过程。出演《长津湖》里的杨根思时，在他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出小鲜肉的影子了。欧豪家境其实并不好，在出演《中国医生》时，他发过一条内容，称自己第一份工作就是送外卖，起于底层，发于选秀，成于偶像，终于演技。或许是欧豪走过最曲折的路。想起唱《战记》里那个戴着黑眼镜的霸总和左耳中怒豪瞪眼的演技，再看《风吹半夏》中欧豪饰演的童潇齐，判若两人。在30岁的年纪，欧豪像是突然开窍，走上了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导演选童潇齐演员的时候，既要有少年英气，又要有饱经沧桑的故事感，是赵丽颖推荐，才让欧豪有了这次机会。为了保护许半夏踢伤她丈夫的戏码有点男子气概，而被许半夏狂扇耳光的戏份又多多少少带着复杂的情感。童潇齐没干什么好事，但本质不坏，这种带点痞又有点真的男孩确实也适合欧豪。而两人的合作对于中国娱乐圈来说，更像是一次信号意味十足的传递。那些混杂在乱象中的流量明星迟早会作古，无论是观众还是导演，真正重视并需要的永远是行活过硬的真英才。一般的流量明星以唱歌出道居多，但有一个人却不一样，他小时候精于戏剧，长大也照样成了流量明星。他叫罗晋，就是最近在《天下长河》里演皇上的那个。罗晋小时候在武术学校学习过，后来又回到江西学采茶戏和黄梅戏。考上北影的时候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表演是什么。同班同学中，罗晋资质实在一般。同班的刘亦菲17岁就靠《仙剑奇侠传》火得一塌糊涂，罗晋却还是个懵懂的半大小子。在同学江一燕、朱亚文一个个出名以后，罗晋十分佛系。2007年他的金碧辉煌入围温哥华电影节，纯属偶然。大一时，罗晋有个同学筹划了一个大概25分钟时长的短片，找他出演后一再删改，成了90分钟的长片。没成想最后入围了电影节。罗晋是有表演天赋的，如果说他是流量，那他绝对是以实力派出道的。2009年，罗晋已经和陈建斌、于和伟等大牌合作，
出演了《新三国》里的汉献帝刘协。那个懦弱哭喊而又无可奈何的亡国皇帝，让罗晋演得惹人怜惜。到了2010年，有了资源的罗晋明显飘了，他开始肆无忌惮地接流量戏，从美人心计到穆桂英挂帅，从乱世佳人 X 女特工到克拉恋人锦绣未央，罗晋彻底放飞自我，在流量明星的路上一去不返。尤其之后的《封神演义》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他油腻的造型和十足业余的表演，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到了2019年，当流量明星纷纷转型之时，罗晋才将清醒，他终于意识到，再这么吃老本，职业生涯就吃光了。于是从鹤唳华亭开始，罗晋的表演再次有了韵味。剧中他饰演的太子萧定权敏感节制，既有深宫内院的城府，又有皇室后人的精明，尺度拿捏十分到位。尤其醉酒祭王师大哭的桥段，看来感染力十足。番茄君也是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才有种隐隐的感觉，演员罗晋又回来了。果不其然，之后的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庭外》中，罗晋接连出演2位律师。一位正直帅气，一位精明强干。在车中与女魔头对戏的场景，他将那种濒死时候的本能反应演得十分真切，而智斗浣溪，一封邮件的功夫就能将气氛渲染到顶峰，也着实见了些功力。而在《天下长河》中，罗晋饰演的康熙帝大开大合，有权谋争斗时的阴狠，也有遇见人才时的喜悦。尤其终于能在罗晋身上见到那种浩然的帝王之气。都说皇帝不好演，一旦能演好皇帝，其他的很多角色都可以信手拈来。演皇帝需要沉淀，从刘协到刘盈再到康熙，3个皇帝，罗晋演出了3种味道。流量明星罗晋算是自己生生将流量的帽子摘了下来。最后，番茄君还想说一个人。比起赵丽颖、欧豪、罗晋和朱一龙，他身上似乎从未有过流量明星的标签，但他又是流量明星的鼻祖。同样，他出现在热播的大剧《县委大院》中，他就是胡歌。胡歌是流量吗？或许很多人都会这么问。实际上，胡歌不仅是流量，还是第一代流量男星。早在2004年，他和刘亦菲就创造了古偶仙侠的纪录《仙剑奇侠传》。那时的他22岁，刘亦菲才17岁，李逍遥和赵灵儿也是无数90后关于仙侠古偶的最初记忆。早年的胡歌走着鲜肉的既定道路，演完剧开始唱歌，唱完歌再演戏，直到2006年，一场车祸改变了胡歌的人生。4天经历2次手术，脸上动了几十刀，最要好的助理失去生命，自己也差点死掉。100多针缝针后，胡歌休息了近1年，在韩国做了手术，疤痕依旧在。复工后，他拍《射雕英雄传》，高光都不敢打在正脸，因为疤痕太过清楚。不过生活还在继续，这之后，胡歌依旧走在流量明星的道路上。随后的神话间谍《仙剑奇侠传3》轩辕剑之天之痕让胡歌如日中天，但这些古偶仙侠里同质化的角色也迅速消耗着胡歌的资源和形象，让他的戏路越走越窄。拍完《轩辕剑》之后，胡歌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演艺生涯，而这时候恰恰是古偶流量剧大火、粉丝经济大行其道前夕。但为了锻炼演技，胡歌去了赖声川执导的《如梦之梦》话剧，这让胡歌重新有了沉淀。这之后，当胡歌再出发的时候，他已经有意摆脱流量明星的标签，开始转型实力派演员。2015年《伪装者》和《琅琊榜》的大火，将胡歌推上了生涯巅峰。胡歌说：“梅长苏就是另一个我。”网友评价：谈琅琊非长苏不可，唯胡歌可长苏。戏里戏外，胡歌和梅长苏的人生仿佛重合，这让他重新找到了演戏的意义。2016年，
胡歌凭借《琅琊榜》获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和最具人气男演员奖。领奖的时候，胡歌说自己在飞机上偶遇李雪健，老戏骨一个助理都没带，可反观自己却带了3个，十分惭愧。这时候的胡歌已经开始通透，从他那个云淡风轻的笑容里，你会发现胡歌成长了。在流量明星大火的这7年间，胡歌很少参演古偶剧和仙侠剧，反而开始各种不务正业。他去高原捡垃圾，去做公益，去配音播音，去演文艺片，去摄影。我们不仅见不到古装的胡歌，甚至很少见到胡歌的影子。2022年，胡歌终于再出发。从胡歌饰演的梅小哥里看得出，他的表演有了岁月的痕迹和影子。胡歌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他身上多了一些成人的成熟，少了一些少年感。但这种成熟是经验，也是沉淀。举手投足间，他仿佛就是那个奔走在基层的县长，在为光明县倾尽全力。犹记得40岁生日的时候，胡歌工作室给他的生日祝福里有这么一句话：阅千帆峻岭，晚登影星河，素影人生，胜在青春的树干，繁花满枝，愿快意不止920。对每一位流量明星来说，可不就是如此吗？但要拿掉流量明星这个标签，都要付出异于常人的艰辛和努力。观众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，没有一个尴尬的演技能逃过观众的审视，也不会有黄金一般的角色和演员被轻易忽略。我们庆幸流量的时代已经过去，也庆幸潮水退去后，真金白银开始逐渐在沙滩显露。阳光下，他们反射出的耀眼光芒，才是中国影视真正的未来。